周韵，有些话今夜需与你说明白。我心悦的是刘表妹，娶你不过是父母之命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只能是名义夫妻，望你不要仗着主母身份去为难她。既然说到这个份上，正好。来人，去偏院把刘表妹请过来。此事与她无关。你怕我欺负她，我还怕她恃宠而骄。既然要过一辈子，这规矩得先立好。姐姐大喜的日子，叫妹妹来做什么呀？3条规矩。第一，你的偏院我不踏足，我的正院你半步不许进。谁越线，谁的错，谁的责。姐姐这是何必？叫主母。周家3代官宦，嫡庶尊卑的规矩，表妹寄居多年，该是懂的。第二，今夜你不与我洞房，今生今世都不必再提此事。他日你若反悔，我周韵绝不奉陪。第三，若公婆催问子嗣，你周怀瑾出面担责。若我因此受辱挨罚，你10倍赔偿，田产银两一样不少。签字画押。怀瑾哥哥，姐姐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周家规矩，妾室称正妻为主母。柳姨娘，你给我记住了。这正院往后是我起居之所，不便留客。这桩婚事，周家要的是我的嫁妆，他要的是他的表妹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替自己打算。昨夜可还安好？回母亲，一切安好。夫君体贴，怕我劳累，让我早些歇息了。心腹过门，懂规矩是好，可也得抓紧给周家添丁才是正经事啊。大奶奶，昨夜大爷宿在偏院，今早府里都传遍了，说您不得大爷欢心，都在看您的笑话。让他们传去吧，无妨。你刚才在正堂可注意到了什么？堂堂侯府待客的茶具竟是有了豁口的次品。婆母看我那16台嫁妆单子时，眼睛都在发光。您的意思是侯府没钱了？何止是没钱，根本是个想吃绝无的空壳子。既然他们早晚要打我嫁妆的主意，那我就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秋荷，你去把韩叔叫来。韩叔，你去城外看地，不要城西那30亩水田，去另买桑田。大奶奶吩咐的是。记住，用你的名字买，别惊动府里任何人。大姑娘放心，老奴知道怎么做。这周家没有我的夫君，只有算计我嫁妆的豺狼，我的退路只能我自己铺。今日回门，你爹娘若问起府里的事，你我相敬如宾，府中上下和睦。周大人，这套说辞你可满意？今夜不必为难，回你的偏院去。玉娘，其实我……大奶奶，二房那边刚才差人来说，柳姨娘新得了一架名贵的锦琴，是大爷专门遣人送去的。知道了。姑母，如慧身子弱，怕过了病期，明日再来给您请安。偏院天天作乐，只有你这孩子，连着7个日夜守在我榻前。你是个有心的，委屈你了。母亲说哪里话，这是儿媳的本分。这分内之事，不过是为了将来我拿着和离书踏出侯府大门时，全明州城的人都挑不出我周韵半点错处。错的
只能是你们周家。大奶奶，偏院那位过生辰，大爷摆了酒席，请了全府上下，偏偏跳过了咱们正院。您好歹是当家主母，连个帖子都不递，摆明了是下您的脸面。不递帖子正好，省得我还要从嫁妆里掏银子给他备礼。有那闲钱，不如多买2筐蚕种。去，告诉韩叔，这批料子成色极好，按这个标准养。韩管事，你们这桑田里苏出的丝，简直是明州城一绝。我陈某人全包了，想跟你们签个长契，不知贵东家可有意愿？掌柜的稍等，这位娘子看气度不像是缺钱的人，怎么亲自来谈丝线的买卖？你也不像会做亏本生意的。你的绣坊要扩建，缺钱周转。我的丝好，且我有本钱，这银子算我入股，年底分红。明州城做得起这桩生意的年轻娘子没几个，你在外头用化名能瞒得过州府，可瞒不过我。我该叫你东家，还是周家大奶奶？既然打开天窗说亮话，那铺子的事你操持，分红按3期开，敢接吗？哈哈哈，成交！大奶奶，偏院那个柳姨娘太欺负人了，她纵着丫鬟在井边逢人就说您放着大爷不要，偏要在这正院里当个活寡妇。由他说，账本上的数字不咬人，但他能咬碎那身活寡妇。秋荷，去把去年买的地契都拿出来。是，大奶奶。怀瑾媳妇啊，你这进门都3年了，府中迟迟没有添丁喜讯，莫不是身子有疾？果然，这般懦弱无担当之人，从来都靠不住。二婶娘这话可不中听，咱们大奶奶操持一大家子，劳心劳累，身子养好了，自然有喜。我这也是关心，关心是好意，可也不能往人家清清白白的媳妇儿身上泼脏水。银子能用，人情也能用，用在刀刃上才是真本事。给孩子看病要紧，剩下的先把债填了，不急着还。大奶奶，今儿的事儿您别往心里去，那50两等年下分了红，老奴就还。嬷嬷言重了，不急。大奶奶，您何必替大爷瞒着？若把他在偏院冷落您的事说出去，看谁还敢在子嗣上说您的不是。秋荷，你记住，在这座宅子里，能替我撑腰的，从来不是什么夫君，是握在手里的真金白银。大奶奶不好了，二房太太觉得昨日被赵嬷嬷落了面子，正闹着要去找公爹评理呢。这事不能让赵嬷嬷替我顶雷，拿2匹极品蜀锦来。是。昨日沈娘关心我，我心领了。赵嬷嬷那人说话直，沈娘大人有大量，拿着这2匹蜀锦裁身新衣裳，就别往心里去了。哎呦，还是侄媳妇懂事。大奶奶，这是陈记绣坊这个月账册，苏州来了个大客商，想订300匹绣屏，价钱给的极高。陈掌柜问咱们接不接？接？为什么不接？这笔单子做下来，咱们绣坊的单月流水就能破500两了，这才是咱们真正的靠山。大奶奶，前院传话来说大爷马上要来正院了，有要事与您相捎。3年了，大爷这是头一回主动踏入正院。3年守活寡，我不是在熬日子，我是在攒底气。开门，
迎客。3年未曾踏足此地，今日来有事？我想和你谈谈。这些年委屈你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但3年了，有些事也该放下了。他以为3年不来，我反省够了。他以为这句委屈你了，是我求之不得的台阶。什么都是他以为。正好，我也有事与你谈。你3年前就想……新婚夜你走后，我就写好了。周韵，签了吧。为什么？既然3年前就写了，为什么等到现在？因为3年前我没有地方可去。我若从这扇门走出去，只会被娘家原封不动地抬回来，被整个明州城的唾沫淹死。但现在不了。现在我有桑田30亩，有绣房1间，有我自己的铺子，有我自己的银子。我和离之后无需娘家收留，更不会连累你周家的名声。你只需要在这上面落个款，我便与你与这座宅子再无瓜葛。玉娘，签。我以为新婚夜你只是在赌气。你以为为什么？你以为3年不踏入正院我会反省？你以为你今天站在这儿高高在上的说一句委屈我了，我就该感激涕零？第1条规矩，你的偏院我不踏足，我做到。第2条，不与我洞房，今生都别提，我从未反悔。第3条，子嗣压力你出面担。婆母寿宴上，满桌女眷问我肚子怎么没动静，被人戳脊梁骨的时候你在哪儿？那天你听见了，你只是懒得开口，因为挨问的不是你的刘表妹。既然3年前就写了，为什么当时不拿出来？拿出来，你会签吗？公婆会准吗？一个商户女被冷落3年，传出去谁笑话谁？所以我自己攒，城西30亩桑田，城东绣坊3成谷，镇上还有1间旺铺，这些足够我和离后买大宅，请丫鬟，过完下半辈子。正妻该做的我做了，现在请你做最后一件该做的事，签。玉娘，柳表妹她，我会安置好她。你若愿意留下来，我不愿意。秋荷，送大爷回偏院，往后这正院的门，他不必再进了。大奶奶，偏院那边传话，柳姨娘知道大爷签了和离书，在屋里砸了茶胆，还骂您处心积虑抢她男人呢。3年前她笑我放着好男人不要，3年后她骂我抢她男人。她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得围着周怀瑾转，把3年前大爷画押的那张规矩契约带上，随我去见母亲。听说怀瑾今儿个去了你院里，你们这小两口……儿媳正是为大爷的事来的，婆母，您先看看这个。这上面的混账话，大爷亲笔签的，上面的手印也是他的。3年前的新婚夜，大爷为了刘表妹与儿媳立了这3条规矩。这个孽障，周家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玉娘，这事儿是他对不住你，你放心，你是周家明媒正娶的宗妇，只要你不点头，那个贱婢休想越过你去，我这就让人去偏院。儿媳想和离，儿媳进门3年，打理家务从未出错，大爷与偏院的事，儿媳也从未对外声张，周家名声不曾受损。今日自请和离，只是不愿再守着活寡。你可想好了，和离不是儿戏，你若被休弃回了娘家，只怕……城西桑田，城东绣坊，外加镇上的旺铺。是你尽心，是怀瑾瞎了眼，周家对不住你。我答应你，但绝不能叫你白白担了污名。
我会挑个日子召开族会，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把这件事说清楚。儿媳，多谢母亲成全。大奶奶，您真要走了，那您带奴婢走吗？我的绣坊正缺个管事的丫头，你愿不愿去当掌柜？愿意，奴婢愿意。别哭了，去准备准备。走之前，咱们还有一场大戏要演。今日请各位来，是有件事要当着全族人的面说个清楚。周怀瑾，你给我站起来！这上面的混账话是你签的？是。娶妻当日与嫡妻立下规矩，3年不同房，让一个妾室骑在主母头上作威作福。你是读了圣贤书的人，做出来的事连贩夫走卒都不如。第1条，偏院不踏足，正院不许进。第2条，今夜不洞房，今生不必提。第3条，若问及子嗣，你出面担责。娶妻3年，你对嫡妻不闻不问，倒把个宜居的表妹宠上了天。这3年，玉娘可曾闹过一回？可曾向外人说过你半个不字？柳氏，你吃穿用度皆是我周家供养，大奶奶进门后可曾苛待过你1分？不曾。那你在偏院里传的那些恶毒闲话，是当我已经死了，还是当周家没规矩了？姑母，叫太太，入了偏院便是妾，妾室称当家主母为太太，这规矩还要我教你？您听我解释。你还有脸替他说话？儿媳，自请和离。大奶奶，这事要不要再思量思量啊？毕竟这……沈娘上回在寿宴上当众问我肚子怎么没动静，我今日可以打你了。不是我身子有疾，是大爷这3年从未踏足过正院半步。天哪，这落款日期3年前你就写好了？是。新婚夜大爷走后，我便写好了。等到今日，是因为3年前我无处可去，如今田契、铺子、宅子我一应俱全。和离后，无需周家半分银钱，我周韵也绝不带走周家一针一线。玉娘，这3年来委屈你了。多谢婆母成全。大奶奶，这3年婆母赏的年节送的那些贵重首饰，您真的一件都不带走？不属于我的东西一分不拿，属于我的底气都在这里了。大奶奶，这是老奴自己做的枣泥糕，您路上带着吃。多谢嬷嬷，以后赵平若有难处，就去绣坊找陈掌柜。玉娘，你要去哪里？与你无关。玉娘，3年前的事，我知道说什么都晚了。那和离书我签了，可是我从来没想过你真的会走。周怀瑾，你签规矩那员可曾想过我会走？3年留宿偏院，可曾想过我会走？满桌人问我身子可有疾，你低头喝酒装死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会走？你没想过，你总觉得我是商户女高攀了周家，觉得我除了忍没有别的出路。你以为3年过去，只要你肯回头施舍，我就该谢天谢地？玉娘，可你从头到尾都没问过我愿意不愿意，不必送了。那不是周家大奶奶吗？怎么抱着包袱自己出来了？听说和离了，做主夫的怎么这般就走了？莫不是被休了吧？哈哈，东家，玻璃那碎嘴子，咱们新招牌前日挂上了，几个老主顾都说气派。带我去看看。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绣坊真正的东家。哎呀，
原来您就是东家。运机里的绣屏在苏州可是卖断了货啊！失敬失敬。东家，苏州那边追加了50匹绣屏，杭州的绸缎庄当场订了100匹，这个月咱们的流水破800两了。陈掌柜辛苦，3年前我投了100两，如今翻了10倍。年底分红，咱们改一改，按4-6开，你6，我4。东家，这怎么行？说好的3期，你操持铺子3年，该拿6成，我那份折成银票送到镇东新宅就行。大奶奶，求求你回去一趟吧。我回去做什么？自从您走后，太太断了偏院的用夫，柳姨娘的月例被减了1半。大爷他日日醉酒，连书房都不去了，整个人都废了。大奶奶，大爷他心里是真的有您啊。翠俏，你回去替我问柳姨娘一句话。您问你柳姨娘，那个当初笑话我放着世上最好的男人不要，偏要当活寡妇的柳姨娘，如今她阅历减半，男人日日烂醉如泥，她还觉不觉得自己赢了？秋荷，送客。听说了没？周家大爷受托了相，偏院那个连丫鬟都不如，周家这是丢了块聚宝盆啊！听说大奶奶走的时候连头都没回。3年前我在雨里等她送伞，她没来。后来我自己学会了撑伞，现在雨停了，她拿着伞跑来，迟了。韵姐，晚上吃啥？梅子排骨，今天新腌的梅子正好用上。韩叔要是把残杰送来了，让他先等着，炒完这道菜我再去残房看。韵姐，新开的那3家分铺，才半个月流水就破了1000两，您现在可是咱们明州城首屈一指的大东家了。树大招风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行事越要低调。东家，前面的暗巷被挡住了，好像是个死人。韵姐，这人身上全是刀伤，一看就是江湖仇杀。咱们是正经商人，千万别惹这种要命的麻烦，快走吧。你说的对，商人趋利避害，闲事绝不能碰。上车，绕道走。就有3年前的那场雨，我自己熬过来了。今天，就当是替当年的自己撑一把伞吧。车夫，把他抬上车。秋荷，立刻去回春堂请最好的金创大夫，从后门进镇东新宅，不许惊动任何人。东家，这人的命算是保住了，但这伤太吓人了。昭昭之命绝非寻常草狗所为，倒像是帝都那边最顶级的死士干的。您救了他，恐怕会惹来泼天大祸。今晚的事儿烂在肚子里，出去吧。你想恩将仇报？姐姐，我好痛，不要丢下我。你叫我什么？听着，大夫说你撞坏了脑子，我不管你以前是谁，这袋银子够你吃喝半辈子了，拿着钱走吧。我不走，我没有家了，我要跟着姐姐。秋荷，把他拉出去。我不走。我若是真强行赶他走，他怕是能一巴掌把我的镇东新宅给拆了。韵姐，他这都吃了3大碗了，比3个壮汉还能吃。咱们到底捡了个什么怪物回来啊？姐姐，还要？没排骨了，吃饱了就不许闹腾，听见没？既然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从今往后你就跟着我。好耶，跟着姐姐有排骨吃。我叫周印，既然是我捡回来的，你以后就叫阿珏吧，双玉之珏。
阿珏，我是姐姐的阿珏。这明州城东的街是我们猛虎帮的地盘，新店开张，保护费交了没有？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滚一边去！我的伙计，这王法若是管不了，我周印自己管。大东家长得倒是标致，只要你今儿个陪大爷喝几杯，这保护费。姐姐，你们在玩推人游戏吗？阿哲也要玩。哪儿来的傻大个，给我往死里打！阿珏，躲开！飞高高喽！走你！鬼啊！一起上！韵姐，她这武功怕是能去京城打擂台了吧？姐姐，阿卓玩的好不好？阿卓帮姐姐把坏人都扔飞了，阿卓要奖励。这绝不是普通的护院武夫，我周莹到底捡了个什么了不得的怪物回来？玉娘，她离开了我，怎么可能都这么好？不行，周家不能就这么完了。玉娘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哪来的疯子？看清楚了，这是我们陈记运坊的大东家，岂是你这等破粮户能精充的？玉娘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这阵子我吃尽了苦头，终于明白谁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。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跟我回周家吧，我发誓以后正院只有你一人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周怀瑾，你让我守了3年活寡，为了个妾室任人戳我脊梁骨的时候，怎么不提这百日恩？周瑜，你如今赚了这么多银子，穿金戴银，难道眼睁睁看着婆家饿死吗？你就不怕明州城的人戳你无情无义的脊梁骨吗？不许碰我姐姐！你是谁？放肆！放开我！姐姐是阿哲的，丑八怪，滚开！这不是以前高高在上的周家大爷吗？怎么进臭粥里找食去了？吃了，活该！人家大东家都和离了，还想来吸血，真不要脸！姐姐，阿珏把脏东西扔掉了，阿珏手都弄脏了，要吃姐姐做排骨才能好。好，回去给你做。周玉，你个贱人，宁可养个傻子野男人也不管我。好得很，我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大东家，火是从后窗烧起来的，地上全是猛火油的味道，这是有人存心要断咱们的生路啊！敢烧我周韵的心血，查，就算掘地3尺，我也要把这背后下黑手的人揪出来，让他10倍奉还。姐姐不难过，姐姐难过，阿珏心里也不舒服。姐姐没事，阿珏乖，咱们回家。姐姐，阿珏闻到坏虫子的味道了，阿珏去跟他们玩捉迷藏好不好？阿珏别闹，那些都是穷凶极恶的歹徒，你找不到的。阿卓能找到。如果阿卓把放火的坏虫子抓回来，姐姐能不能奖励阿卓一根最大最甜的糖葫？好，只要阿卓乖乖的，要多少糖葫芦姐姐都给。姐姐等我。别打了，大侠饶命！什么人敢在衙门前闹事？放火的坏虫子，送给大人。你以前到底受过多少苦啊？以后只要有我周韵一口饭吃，就绝不让人再欺负你。姐姐真好，阿哲最喜欢姐姐了。这是镇北侯府暗卫独有的修罗劫，原来你没死，萧绝，你藏在明州城。镇北侯世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秋荷，我们快走！
安危何在？世子，凡伤他者五马分尸，凡参与伏击者格杀勿论。属下遵命。为何看着这个女人，我会感到不安，竟有些不舍？姐姐，头好疼，阿觉好怕，姐姐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不怕，姐姐在。阿觉救了姐姐，姐姐会一辈子照顾你的。一辈子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韵姐姐，怎么了？排骨不够吃了？看你这满嘴的酱汁。阿觉昨晚做梦，梦到那些拿剑的坏人又来欺负姐姐。阿觉好笨，阿觉好怕保护不了姐姐。傻瓜，你昨天为了救我，头都磕破了，还说自己笨。放心，只要有姐姐在一天，这明州城就没人能动你一根头发。姐姐最好了。世子，城外的敌国残党已全数剿灭。另外，按您的吩咐去查了，那周家大爷周怀瑾近期正四处借钱，企图东山再起，还扬言要给周姑娘点颜色看看。就凭他这种废物，也配提他的名字？传我的令，掐断周家在明州城所有的货源和钱庄借贷。天亮之前，我要看到周家大门被债主踏断，我要他周怀瑾连一条狗都不如。属下遵命。不要打我，姐姐救我！坏人！阿觉不怕，是梦，都是梦。姐姐在呢，姐姐抱着你。韵姐，报应，真是现世报啊！周家彻底完蛋了。怎么回事？听说昨晚一夜之间，明州城所有钱庄都不借钱给周家了，那些供货商也像见了鬼一样跟周家断了往来。周怀瑾今早被债主堵在门口要账，衣服都被扒了，现在像丧家之犬一样躲在破庙里呢。大家都在传是周家得罪了什么手眼通天的京城大人物。京城大人物，我周韵虽然恨周家，但还没这个本事一夜之间让他们倾家荡产。到底是谁在暗中帮我？韵姐姐，阿觉摔疼了，要吹吹。总不能是他吧？韵姐，大消息！京城那位权倾朝野的活阎王镇北侯世子，带着先前的铁骑，马上就要到咱们明州城了。听说是在找他的救命恩人，还要寻回遇刺走散的亲卫。遇刺走散的亲卫，武功奇高，受过致命刀伤，阿哲肯定就是那名亲卫了。哎呀，那阿哲岂不是能回侯府享荣华富贵了？备车回府，他跟着我这个商户女，终究是明珠案头。回了侯府，他才能有大好前程。韵姐姐，你看，阿觉给你编的。姐姐，你在干什么？阿觉，姐姐打听到你的家人了，镇北侯世子就要到明州城了。你武功这么高，一定是他的亲卫。姐姐明天就送你去认亲，好不好？认亲？姐姐，你要赶我走？你跟着我没出息的。回了侯府，你是立过功的护卫，世子一定会赏你荣华富贵，以后再也不用跟我挤在这个小院子里了。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就要跟着姐姐。阿觉，你听话，那可是镇北侯世子，全天下最尊贵的人，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。尊贵什么？那个世子肯定是个又老又丑的凶神，听说他嘎人不眨眼。姐姐，阿觉这么乖，你忍心把阿觉送给他吗？阿觉只想做姐姐的阿觉，如果姐姐不要我，我就去街上讨饭算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去就不去，只要你愿意，姐姐养你一辈子就是了。真的，姐姐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哼，镇北侯世子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抢姐姐？等等，好像骂的是我自己。大东家，别怪我心狠，只怪你这金屋里藏了不该藏的蛟。你们抓错人了，我除了银子，家里只有个脑子坏了的傻弟弟。你们要钱，开个价。傻弟弟，
大夏国执掌30万铁骑的镇北侯世子，竟然被你当成傻子养！来人，挑断他的手筋，我看他出不出来！动他者死！玉娘，我瞒了你，我的真名是萧策，是镇北侯世子，我早该走了，可我舍不得。玉娘，你要打要罚，哪怕要我的命都行，但别赶我走。镇北侯世子，好演技。你把我周韵当猴耍了这么久，一句别赶我走就算了。玉娘，姐姐，你开开门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韵姐，世子爷都在外面站了1天1夜了，这明州城的老百姓都在看咱们运方的笑话呢。要不您就见见？见什么？见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还是见那个天天在我怀里装哭的傻弟弟？我周韵平生最恨别人骗我，让他们走。你堂堂世子，不要脸了！命可以不要，脸也可以不要，但不能不要玉娘。大夏镇北侯世子萧决，今日在此求取运访大东家周韵，这是调动北境铁骑的黑金虎蹄和镇北侯府的800处地契，还有这是我的卖身契，你捡了我，我生生世世都是你的人。玉娘，嫁我可好？既签了卖身契，以后要是再敢骗我，小心你的皮！这可是昨天刚腌好的梅子，酸甜刚刚好，张嘴。堂堂世子，天天给我剥梅子，传出去不怕你北京的将士笑话？谁敢笑话？我萧决这辈子，在外面是活阎王，在家里就只做玉娘一个人的傻阿决。